朋友们，2026年刚开年，川普就给全世界送来了一份超级大礼。1月3号凌晨2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全城突然断电，紧接着美军战机从天而降，特种部队破门而入，仅仅3分钟就把正在睡梦中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老婆一块儿给抓走了。3分钟啊，朋友们，抓走一个国家的总统就跟抓个逃犯似的，整个世界都看傻了。消息一出来，中文网络圈那真是冰火两重天，美粉们弹冠相庆，直呼美爹老当益壮，中粉们呢一肚子窝火。中国特使前脚刚去访问，马杜罗后脚就被这么撸走了，这不是打脸吗？但咱们今天不聊情绪，咱们好好扒一扒川普这次行动背后到底打的什么算盘，这3分钟的突袭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和委内瑞拉的梁子早就结下了。2002年，扎维斯把美国公司赶出委内瑞拉，收回石油控制权。当年美军比现在强，要收拾委内瑞拉不至于等到今天。但那会儿美国在全球化红利里吃得满嘴流油，对石油生意兴趣不大，加上拉美从来就是鸡肋，有大鸡腿吃，谁还看得上鸡肋啊？2013年，马杜罗接班当总统，巴士司机和工会领袖出身，反美坚定，战斗26年，但治理国家成绩单不怎么样。委内瑞拉坐拥3030亿桶石油啊，却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为啥？弱国捏着大肥肉，那就是祸不是福。像卡塔尔、新加坡这种小国，资源丰富，人家能活得好靠技巧。委内瑞拉偏偏长在美国胳肢窝底下，美国就盯着他那点家底。川普这次推翻马杜罗，表面理由是什么？贩毒、暴政、支持恐怖组织，甚至直接把马杜罗政府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但全世界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川普要的就是委内瑞拉那3030亿桶石油。美国现在欠了多少债，大家知道吗？泼天巨债啊！不靠掠夺想还债吗？天方夜谭。所以委内瑞拉还没捂热呢，川普又开始喊话丹麦了。格陵兰岛很重要，我必须拥有它。这是要干嘛？如果暂时不能对外走向星辰大海，那就让世界按下暂停键，甚至倒带回殖民时代，重开掠夺致富的老路子。等美国经济和科技储备够了，再重新进入后工业时代。问题是有没有力量能阻止这种霸道呢？咱们来看看川普这个禁毒借口有多扯。委内瑞拉主要是个过境国，让别处毒品从这儿转转。邻国哥伦比亚才是全球最大可卡因生产国，但大部分根本不经委内瑞拉进美国。美国缉毒局2020年报告说，3/4可卡因走太平洋路线，芬太尼主要在墨西哥生产，从美国南部边境陆路进入。2025年报告里，委内瑞拉压根儿没被列为芬太尼来源国。你说这借口能有多假？实际上，美国要搞委内瑞拉早就不是新鲜事了。美军在加勒比海聚集军事力量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美国会用什么方式来夺权。事实证明，手术刀式的军事行动加内鬼夺权依旧是美国最擅长的套路。美国不会像俄罗斯那样傻乎乎的打正面战争，冷不丁邦邦就2拳，外加场外的黑金交易扶植个傀儡政权，这才是美国的打开方式。这也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中多年实践出来的经验。行动前，美军在加勒比海发动30多次攻击，110多人死。川普希望劝退马杜罗，毕竟公开绑架一国总统，国内违宪，国际违法，双重风险啊。先劝马杜罗知难而退，接着军事压力，15000士兵，航母驱逐舰2栖舰全来了，再封锁补给，逼马杜罗经济破产，都没用。川普失去耐心了。2026了，中期选举近了，美元美债压力大，需要一场殊威动作。有意思的是，川普特意说不影响中美关系，4月访华没变。那这次行动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咱们来好好扒一扒。根据《纽约时报》透露，美国半年前就开始制定计划了。去年8月，中情局小组潜入委内瑞拉，数月没被发现，收集马杜罗的日常行踪，加上马杜罗身边的线人，还有无人机监控，
美国掌握了他的行动路线、饮食习惯，甚至连他养什么宠物都一清二楚。三角洲部队在肯塔基州按马杜罗住所1:1复制了个模型演练，不断练习炸开钢制大门。大家想没想过，每次美国喊话马杜罗时，马杜罗会频繁在6到8处地点来回换，美方要到深夜才能掌握他当天住哪里。这次行动的关键是什么？必须确认马杜罗在演练过的那处设施内。川普去年圣诞节授权这项行动，美国时间1月3号下午4点30分，行动正式启动。川普在佛罗里达庄园等着做最终批准。行动以网络攻击开场，加拉加斯全程断电，陷入黑暗。150多架军机从20个基地起飞，无人机、战斗机、轰炸机全来了。凌晨，美军战机袭击雷达站和防空阵地，至少40人死亡。任务是什么？摧毁防空系统，为直升机开路。凌晨2点01分，直升机接近马杜罗住所时遭到火力攻击，一架直升机被击中，6名士兵受伤。川普盯着屏幕看，飞机摄像头把全程实时传回来。特种部队炸开大门，冲进去，3分钟穿越建筑，找到马杜罗。马杜罗和老婆试图逃入安全室，被美军拦下，跑到门口没能把门关上。5分钟后，三角洲部队报告，马杜罗已被抓捕。不得不说，美国特种部队这次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突袭行动，高效有序。这就是美国的家底和积淀啊！地球多年霸主不可能一点东西都没有的。这也会让很多美粉感到振奋。美爹不老，孟国不灭。美国能顺利控制委内瑞拉吗？还早着呢。委内瑞拉91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多万。最大问题是贫穷。美国不是来送钱的，是要吸血的。现在要通过傀儡政权军事管控，甚至派国务卿卢比奥当美国驻委内瑞拉的总督，典型殖民操作，开历史倒车。美国搞门罗主义，搞这么复古，确实意外。但历史经验说，复辟鲜有成功先例，因为人们应对经验太丰富了。美国想靠这个解决痼疾，有点病急乱投医。美国希望控制重油，重振重油加工业，成为石油出口国。但残酷现实是，全球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能源需求降低不可逆，推动科技树反向转有难度。更麻烦的是，公开绑架带走马杜罗，给后继者留下麻烦操作空间。任何想跟美国合作的人都会遭遇合法性质疑。马杜罗再不得人心，国内还有势力和马仔，这些人如果不能获益，必然成为反美中坚力量。如果委内瑞拉国防能反抗，中俄会支持声援；如果腿软跪了，内部一定分裂出反美武装，甚至游击队。委内瑞拉有大量油田，美国想安心开采，想多了，需要驻军保障油田，意味着长期被牵扯到动荡中。不管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还是利比亚，美军驻军效果都差强人意。尤其委内瑞拉在美国卧榻，长期混乱，对美一定是祸非福。美国想通过强势秩序建设，让委内瑞拉成为能源工厂，带来就业秩序，长治久安，减少移民毒品危机。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倒可能就看川普手段了。所以说啊，朋友们，川普这次看似漂亮的3分钟突袭，实际上可能是一场豪赌的开始。3030亿桶石油，美国是玩命也要抢到手，但抢到手能不能守得住，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你看啊，表面上是教科书级别的军事行动，高效精准，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是美国债务危机的焦虑，是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是殖民思维的复辟。历史告诉咱们，用暴力掠夺来的东西往往代价更大。阿富汗是这样，伊拉克是这样，利比亚也是这样。委内瑞拉会不会又是一个泥潭呢？3分钟抓走一个总统很简单，但要长期控制一个国家，那可就难多了。看到这的朋友记得点个赞。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